很多的中国客户来美国买房子，他们被上的第一课就是为什么钱在美国不好使。今天我们就来告诉你一个底层逻辑。在美国呢，规则是大于钱的。首先你应该明白的第一个真相，就是有钱不一定能买到房子。有很多人有一个误区，就是我只要有钱，我就下订单就买到了这个房子。如果有别人跟我抢这个房子，我就加价钱，我也一定可以买到这套房子。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买二手房，这边很多卖家对自己挑选买家，他们有自己的标准，再加上加州的法律呢是保护买家的，所以导致很多的卖家在选择买家的时候呢，非常的谨慎。所以一个合同能不能被卖家所接受，它其实包含了很多个因素。那么价格呢，只是其中之一。第二点就是时间问题，包括你多长时间打定金啊，多长时间能把这个 contingency 履幕了，还有多长时间能 close， 这些也是在卖家的考虑范围之内。那第三点的话，就是比如你对卖家有没有过多的要求啊，包括房屋的维修啊，卖家买 guarantee 的一个金额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文件的要求，也是卖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。简单来讲，卖家更愿意去选择真正喜欢这套房子，非常容易沟通，对卖家那边要求少的买家。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靠谱，所以这些跟你出的价格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那么第二个真相呢，就是美国人为什么都如此的死板呢？美国人不光包括美国的本地人，也包括很多在美国生活并且已经适应的华人。那往往呢，很多客户他们在买了房子，进了合同之后呢，就觉得卖家那边好像很不好商量。比如说，有些客户他的定金已经交了，可能 continuity 也已经履幕了，他想经常过去看房子一眼，量量尺寸，这些也是被拒绝的。钱已经汇完了，只是房子还没有 close， 他想提前去搬家，卖家那边也是不同意的。很多人就觉得，你看我也有钱，我也非常的有诚意要买房子，而且这个事情也可以定下来了，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些合同的条款上通融呢？这个在美国呢，其实是非常遵守合同精神的，在合同上约定的条款，后期是不能改变的，包括其中的一些金额啊，一些事件的描述啊，还有一些时间点啊，可以跟对方去商量，但是对方也是可以完全拒绝的。因为你们都要考虑到这一点，在美国打一场官司，最后的代价是非常高的。如果有任何的合同条款，而双方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进行改变，或者是违约，对方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来要求赔偿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这个房子，虽然你已经把钱汇进 escrow 了，但是房子还没有 close， 这个时候你搬东西进来啊，或者是人住了进去，如果产生一些对资产或者是人身的伤害，那么这个责任可就大了。到底谁才要来负这个责任呢？所以钱我们是喜欢的，但是我们更不喜欢风险。第三个就是你在美国，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有钱，我付钱也找不到人。在中国很多服务可以说是24小时的了，但是在美国很多的房产经纪，他可能下班以后或者到了晚上就已经开始不接电话了，不回信息了。另外其他的部门，像政府部门就不用说了，银行啊、escrow 啊、title 啊，这些部门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，他们是绝对不上班的。相关的服务人员过了下午下班的时间点，你也绝对是找不到他们了。甚至有一些服务行业的人，比如说你要换个锁呀，要打扫一下卫生呀，洗车呀，做个院子呀，
这些人他们自己从业的，本来时间就可以很灵活，但是很多人也是节假日坚决不上班的，即使你多花钱，他们也不接这个活。要保证自己的生活品质，那是更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在这边很多事情都要提前做好计划安排，提前的约定好时间，是让双方都方便的一个习惯。投资美国地产，读不懂规则，处处都是限制；读懂了规则，处处都有技巧，让您在房产买卖上少走弯路。欢迎订阅，感谢支持。